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如果这几天你有在关注全球金融市场，或者看着手里高位剧烈震荡的美股和美债资产发愁，心里是不是充满了矛盾的疑惑？前阵子当就业数据超预期反弹，市场上无数人在惊慌大喊，通膨死灰复燃，债市完蛋了，10年期美债殖利率要直奔 5.5% 甚至更高，我们赶紧抛售逃命吧。瑞银集团最新发布的全球股权策略报告，给了所有恐慌的空头一记最无比响亮的耳光。瑞银在报告中大胆预言，现在这波债市抛售潮根本无法持续，10年期美债殖利率在年底前不但不会失控狂飙，反而将会一路血崩跌回到 4.25% 的水平。说实话，要看清这一波即将在下半年引爆的债市重定价底牌，我们最先要聊的就是瑞银在报告中针对这场债市抛售潮所披露的4大硬核退烧药。瑞银指出，市场上许多人因为短期的波动就陷入集体恐慌，认为美债殖利率会无限制往上冲，这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数据误判。瑞银通过精密的分项拆解，给出了支持殖利率年底回落至 4.25% 的4大硬核原因。第一是过度拥挤的远期预期。瑞银指出，目前市场定价中10年后的1年期隐含利率已经被疯狂炒作到了 5.2% 的恐怖高位，这显然已经远远高于了全球经济的长期中性利率，多头筹码严重过载，随时面临均值回归的拉回重压的。第二是市场定价与央行政策的严重脱钩。在实体世界上，2年期美债殖利率与10年期实质殖利率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的化学联动。市场现在因为恐慌，甚至开始定价年底前联准会可能会重启升息，但瑞银在报告中明确判定，联准会今年1毛钱都不会升息。当下半年数据证实升息警报解除，美债殖利率将会迎来报复性的下行。第三是美国财政扩张的物理边际。瑞银分析指出，随着美国分立政府的制衡，今年下半年美国在财政预算上根本不具备进一步推出大规模刺激法案的空间，这在源头上限制了国债供应的无序膨胀。第四则是地缘冲突的实质性缓和。随着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解协议的持续推进，全球能源与原材料通膨预期即将迎来大退潮，这将会从根本上抽前债市的通膨避险溢价，推动殖利率加速向 4.25% 的防线靠拢。然而，就在瑞银宣布短期殖利率即将血崩，美债大有可为的背后，他们也用最严厉的文字为我们敲响了更深层也更为致命的长期全球财政崩塌警钟。这就是瑞银在报告中重磅警示的民粹主义财政大陷阱。瑞银指出，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民粹主义大爆发，各个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争夺选票，正在毫无节制地开出天价的福利和补贴支票，导致财政赤字像滚雪球一样失控膨胀。这种赤字大放水在实体世界里正在引发一场慢性的信用失信危机。瑞银报告指出，今年不论是日本还是欧元区，各国政府为了补贴高昂的能源和物价，都在被动地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而美国的财政状况更是早已积重难返。这项结构性的债务失控让瑞银的历史学家团队联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场最惨烈的全球财政危机。瑞银在报告中带大家做了一次非常经典的历史还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西方国家债务高企，市场对政府信用产生了极度的质疑。在那个时期，二级市场上每个月最让投资人神经高度紧绷，甚至引发窒息式恐慌的数据，竟然不是通货膨胀或者就业，而是美国财政部每个月公布的月度赤字申报记录。瑞银警告，如果当前各国政府继续沉迷于民粹主义支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历史性的噩梦将会再度重演。一旦所有的国债发行被迫完全在长端进行，且中央银行不再提供无限的货币化、量化宽松来接盘，债市将会迎来史诗级的去杠杆踩踏，并直接将全球金融体系推向系统性信用危机的生死临界点。面对这场由短期殖利率见顶回落至 4.25%， 而中长期赤字危机悬在头顶的双向重力拉锯，华瑞认为
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类资产配置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跟随市场短期情绪追高杀跌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重估名义利差见顶与长期信用货币贬值防御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华瑞认为，市场长期以来被那种债市抛售就会永远持续的盲目恐慌蒙蔽了双眼，给予了长端美债过低的折价估值，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中东地缘政治的和解预期与高利率对实际信贷的滞后侵蚀，早已为殖利率重回 4.25% 奠定了最坚实的物理底支。在2026年下半年，当美债殖利率在当前高位见顶，这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数年难得一遇的黄金卡位窗口。同时，华瑞认为，这种短期防御与中长期赤字警惕的结合，将会无情地重塑全球主权资金在配置权益与债券资产时的安全防护路径。在美债实质收益率再次逼近 5%， 而瑞银预估其即将泄崩至 4.25% 的拐点上，任何盲目在二级市场抛售美债或者超配高估值二线科技概念股的被动型资金，都将面临极其惨烈且无情的市场洗牌。相反的，在这种环境下，全球法人机构正加速将防御阵线转移至高评级长天期政府债券，以锁定这波难得一遇的 4.25% 下行红利。同时，在权益配置上，则应彻底避开那些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生存、缺乏实际收益支撑的二线信用资产，转向拥有强大经常性现金流、低杠杆且具备极高品牌壁垒的防御性实体蓝筹，以及能在利率拉锯中提供稳定票息的短期高信用固收资产。这是一场全球聪明钱去虚向实、回归物质世界的去泡沫大洗牌。当然，大数据与全球策略模型虽然给出了方向，但瑞银的研究团队也冷静地指出了两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美伊协议或中东停火谈判在临门一脚时的意外破裂。瑞银指出，虽然目前进展积极，但地缘政治谈判却有极高的双向波动性。如果双方在核心细节上未能达成共识，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再度升级，那么全球能源价格将会面临暴涨的报复性逆风，这将会延迟通膨降温的速度，进而对瑞银目前预测的 4.25% 的年底下行目标构成阶段性的干扰。第二个风险是全球民粹主义政策执行的非线性加速。报告中提到，如果下半年美英法等主要经济体在财政扩张上出现失控的赤字偏涌，导致新国债发行量远超市场承接力，那么这项财政可持续性的溢价被重新计入债券定价中，将会直接对相关板块的评价反弹斜率构成潜在的威胁。华瑞认为，瑞银这份最新的全球股权策略报告，用最冷静的10年期隐含利率与民粹赤字数据，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全球债市底牌。这是一场由短期殖利率见顶回落至 4.25% 去利多头机会，中期通膨预期降温释放估值重压，而长期赤字黑洞确立防御焦点所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华瑞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大家密切盯紧两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瑞银与主要教研机构每季度公布的美债隐含1年期远期利率是否开始在 5.2% 的高位出现实质性的松动，这将最直接验证多头撤离与套利防御的流速。第二，则是密切关注美国财政部每月公布的实质月度赤字申报记录，看看赤字增长的幅度是否真的能被地方税收上阵所评准。把这两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看懂了，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暴真正来临前，提前给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避险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